Hello，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 Riven， 欢迎收看今天的昂泰头未命名设计师聊天单元的第5集哦。想不到这个单元已经走到了第5集了。今天来尬聊设计师有点厉害，他有点小紧张。他的名字是陈汉生。然后，如果你对于如何设计人工智慧的产品体验有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哦。那我们就赶紧来请汉生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吧。非常谢谢 Riven 的邀请。我叫汉生，那我现在是 Adobe 的 Principal UX Designer。那之前我曾任Google Home 的 UX Design Lead， 还有 IBM Watson 的 Associate Global Design Director。我近年来比较 focus 在就是产品设计，特别是 AI UX 这个新兴的一个领域。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合 human center 的一个思考来设计 AI 的 product。汉生其实待过地球上几乎都是最大间的科技公司，都待过一轮了，像是有刚刚说的 Adobe， 然后之前有待过 Google， 对 ，IBM，Microsoft， 微软，对，我还有漏掉哪一间吗？没有，都是大公司哎。天哪，我要怎么称呼啊？汉生大大，汉生哥，汉生。反正我比较年长，叫我汉生哥 ，OK， 其实叫我汉生就可以了。对吧？地球上最大科技公司都待过，接下来有想要去哪里吗？Tesla 或是 Facebook、Apple？ 如果说接下来要讲未来的愿望的话，我比较希望跟那个我个人蛮崇拜的那个江振成，就是江振成，那个明星的 chef， 台湾 chef 一样，能够希望有机会能够回来台湾打造一个环境，让大家可以跟上，就是说能够帮助台湾的设计师能够跟上世界的水准。哇，非常有愿景。了解。汉生是不是一个收藏控？就是收集各种大公司？不是，不是，所有都有了，还差什么？汉生哥午餐吃过了吗？吃过了。真的吗？汉生是不是对美食也有研究？之前我非常喜欢美食。之前稍微聊到，汉生也有在除了收藏地球上的大公司之外，也有在收藏台湾的米其林餐厅吗？台湾米其林餐厅我吃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米其林餐厅很多都非常有特色，尤其是结合台湾的一些在地的食材做一些东西，就非常有趣。哇，其实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去边吃餐厅然后边聊，好像更好像下次可以来一集这样，好像可以，就直播，看大家可以看我们吃东西，然后聊 AI。因为现在吃播好像还那个点阅率也蛮高的，好像是就是边吃东西边聊 AI。我跟汉生上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台湾微软的办公室，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活动后，我刚上完厕所出来，在电梯遇到汉生哥。然后，其实汉生之前有待过 Microsoft， 对，之前也是做是 AI 相关的。我有待过 Microsoft 的 AI Research， 那个部分比较是在做所谓的增强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增强学习的 AI 的部分。因为汉生平常主要都是在美国。对。有哪个城市吗？纽约或是在加州？我在之前比较早期的 career 的时候在纽约，在东岸，然后后来到因为 Microsoft 跟 Google 的时候，我才来到西岸。其实都待过了。对，都待过。那美国我大部分时间在纽约，但是美国应该都蛮熟的。也没有其实大概就这2个城市，但是纽约现在确实好像还蛮严重的疫情。暂时先不要回去。我在准备这一次就是聊天的功课的时候，我在做功课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在研究论文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网络上任何跟汉生有关的资料，大家可以去 Google， 都非常的哈扣，几乎都在讲人工智慧的专业领域的事情，也包括了这些汉生有在美国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有去教课吗？对，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有个机会跟帕森斯那时候系主任 Kyle 一起，还有另外一位叫魏伟，他那时候在 Bell Lab， 那我们3个人一起合开的课，那应该是 Parsons 第一次开这种就是说我们怎么教，我们那堂课叫做 Cognitive Interface， 基本上来讲我们在教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AI 的界面，那我们包括有个人的 project， 还有团体的 project， 那算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一个课程。那后来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对，然后很多学生从那个课程毕业之后，其实他们现在也在非常多在 Google 啊、Facebook 不同的地方，也都是在这个 AI 领域在做
然后的设计。哇，感觉非常科技前沿的一个课，那么早就开了。不过我觉得，因为今天聊的主题，我猜应该还是跟 AI 人工智慧有关，就跟大家看到的影片标题一样。但其实，我觉得 AI 的快速发展，让人工智慧这件事情，可能原本大家可能比较是在电影或是哆啦 A 梦卡通中看到的那些科技，已经会出现在真实世界了。对，那它一直在现实中上演，也让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转变。对，而我们设计师似乎也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受影响的角色。对，那我很好奇，以汉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看，你觉得会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科技变化对于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影响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很多演讲之后，很多人问我，就是说，这到底对我们设计影响？其实我们可以把思考，就是说，其实自我说的是那个文达，就是之前 Stanford 一位教授，他好像大家都知道是那个 AI 教父，对 AI 教父文达，他有讲过说，其实 AI 就像是网络一样，就像当年的网络，或者是说他也讲过说，就像是19世纪可能20世纪的时候，20世纪初发现电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应该把 AI 当成一个单纯某一项科技。像 VR 那样，而是说，但 VR 也很难讲，因为像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全球的疫情，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新的人类沟通的一个界面的方式。但是 AI 它的影响比较深层，有点像是网络一样。你说它的层级是这样，所以你可以试想，你身为一个设计师，如果在也许20-30年前，当网络不是那么科技像现在这样的时候，面对的状况，可能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设计师面对的状况。那时候很多人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互联网是什么，那时候设计师可能也在做传统的平面设计。可是，你可以想象 AI 它的影响就跟这个网络一样，所以是你必须要懂，但并不代表所谓懂，并不代表说你要比如说就像网络，你懂得做网络网站设计，并不代表说你要去做 backend 或者是懂怎么去架设伺服器这样的事情，而是你懂得怎么样去把 design 带到这样子一个科技。而且，这像是一个很高的地位，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像是以前网络刚出现的时候，说 AI 像以前的网络，也像19世纪的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会带领人类往下一个文明走。你觉得人工智慧在现在的时代下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就像网络一样，当它发生以后，它没有那个可逆性，它会影响的层次是各个层面。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近几年来，大家开始在各个领域在发现说 AI 怎么样应用，包括说像医疗领域，之前比如说 Google 有怎么样去从完全好像是眼底照镜，它可以从那些 data 去用 image recognition 去判断说，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视网膜是不是受到伤害。那当然，一般我们在讲 AI 的时候，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把这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YouTube 的 recommendation system 本身也是用 AI。那还有包括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自驾车啊、机器人，所以它的领域其实非常非常的广。那我觉得现在当我们要谈到设计师在这当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我们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然我们等一下后面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再谈到比较细，就是说，因为当光是一个科技，它是并不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它变成产品，能够跟社会上，甚至我觉得它影响层面甚至到了社会的层面。举例像比如说欧洲，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法规，我们讲很多隐私权，很多这些 data privacy 这些事情，所以它影响层面不只是个人到企业，甚至到社会的层面，都各个层面上 AI 都会有所影响。了解。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科技变化对设计师造成的影响？我想要问问看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很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棒，因为之前很多设计师问我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回想到为什么有 UX design， 或是我们举个例子，为什么有 wireframe 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设计师从纯粹设计开始要画 wireframe？ 你可以思考，假设我们把时间往前调到，比如说当 iPhone 刚出来，或是很多网页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像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从罗德岛设计学院刚毕业，其实 UX designer 这个职业并不是还没有定义的像现在一样这么完整。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画 wireframe， 有些人做各这样不同的事情。那时候 interaction designer、UX designer 很多不同的他的 discipline 都会互相的 overlap。那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早期在做网页设计的时候，可能 engineer 他就是 JavaScript， 对，他打出他就做这东西，然后他可能需要一个影像，他就跟设计师说，麻烦你给我一个多大的一个影像设计。所以设计师好像就是最近那时候大家用 Photoshop，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负责提供那个切图 image， 对，贴图，然后给那个图给他，然后他就把它放上去。然后直到当我们开始发现 US wireframe 这个画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画一个叉，说这是 image， 但其实是based on说一个 engineer 他怎么去写这 HTML 或是 CSS 的这样一个架构。那因为你发明了 US wireframe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会发现它重点是它可以让设计师跟 engineer 跟 PM 可以在同样一个东西上面去做沟通，因为有些 PM 他也会画 wireframe，所以那个东西对设计师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有一个沟通的工具。那我觉得我自己近年来在努力的也是在找寻一个像是 wireframe 这样的东西，能够帮助设计师能够跟 engineer， 甚至最主要是 ML 的 engineer 去做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是我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设计师目前面临的挑战也像是那个时候一样。那时候设计师当然一方面你也必须要懂得，我认为懂得 engineering 这件事情对设计师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要想在做科技方面的 product design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一个好的 product design 一定是结合了 business technology 跟设计 US 或 product design 三者一个 triangle， 三个合在一起。所以因此，当你身为一个设计师，你提升的层次越高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三个领域方面，你都越来越需要去懂。所以你可以想象 ，AI 就是一个你必须要懂的事情。了解原来如此。话说回来，说到 wireframe， 之前汉生有在 Google Home 的部门，也是担任 UX 设计师的角色。对。我一直很好奇，该怎么说呢？不知道该怎么聊起，因为我很想知道那段经历的全部。在 Google 当 UX 设计师，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原本最早其实在加入 Google Home， 就是说 Google Home Team 之前主要是在 Nest。那我觉得一般 Google 当然会有它所谓 Google 的 Design Sprint。那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当我们 kick off 一个 project， 大概会有几个不同的步骤。但一开始 kick off 一个 project 的时候，通常是有 PM 跟 designer 跟 engineer， 我们三个会一开始去 validate 这个 concept 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 Google， 我觉得他在创造这一 part 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段时间学习到最多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团队合作。我觉得说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的意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是看你自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那当然我那时候进去 Nest 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在那之前是 IBM Watson， 那我有一些设计 assistant 的经验，所以刚开始进 Nest 的时候，我设计的第一个 feature 其实是如何让一个 assistant 的 experience 去结合不同的产品，比如说配合你个人的 schedule， 比如回家的时间，不同的产品它怎么样做这样的互动。然后到后来，当然当我们跟 Google Home Team 合并的时候，那我们就继续去帮忙设计 Google Home 的 system。原来如此。我刚提到一个关键字，所以汉生哥之前也待过 IBM。对，那时候 IBM 也是做 AI 的产品的设计嘛？对，那 IBM 的产品设计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它通常是企业客户，比如说像General Motor， 然后大通汽车，那时候我们有个案子是跟他合作，怎么样设计一个在车子里面的界面，然后它怎么样因为它底下有很多不同的牌子，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太一样的设计体验。那我觉得那样的设计跟 in-house 有点不太一样，就在于说你有时候稍微你的思考就要扮演比较多，像是一个 business consultant 的角色。因为当这些企业客户他来找你的时候，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他 business 的 transformation，他是要去做一个怎么样利用一个 AI 的这个科技能够去做一个企业转型，通常是他们想要的 goal。所以他们通常来不会只是请你 build 一个 product。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另外一个客户，他可能是在农具或工程车身方面生产的一个龙头。那他问我们的问题，通常不会说，请你帮我 build 一个 APP 能够去帮忙什么什么事情。他来是说，请问我们怎么变农业产业的 Google？他们问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 IBM 好像是比较偏顾问类型的公司。对，就是说应该说IBM 以前是比较只是做 business 的 consulting， 可是后来他们就开始有，通常我们那时候会 run 一个所谓的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 就帮怎么跟客户一起合作沟通。那通常是 run 完那个之后，我们会有一系列程序怎么来做这个设计。所以 IBM 基本上它就是比较提供的是一个跟
企业客户方面的服务。当然 Google 也有，像 Google Cloud 也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了解哦。说到 Google，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线上的一个叫做 Pair 的一个规范手册，它是一个教你如何将 AI 导入产品设计里面的一个算是规范吗？然后那全名叫做什么？叫做 People and AI Research， 所以它简称就叫 PAIR。哦，果然还是汉森哥比较懂。People， 然后 AI 当然就是 AI 嘛，Research 就是 Research。那是 Google 非常重要尤其在推我们现在比较知道所谓的 People Center 或是所谓 Human Center AI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团队，它是 under 在 AI Research 底下。我让我好奇 ，Google 内部有将这样子的设计规范导入到产品开发的流程里面吗？有，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Google 当然我们在一般产品开发会比较遵循所谓的 Design Sprint， 不过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 Google 上班，所以我也是一样，不代表说现状。但我那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开发产品还是用 Google Design Sprint， 大家可能网上常看到这些 material。那这 AI Guidebook，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其实蛮早，其实在 Google 就有一个最早定义叫 AI UX 的团队。那个团队它其实原本 serve 比较像是说，帮助不同团队去，比如说，怎么样去把 AI research 转成一些 product design 一些产品设计的机会。那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慢慢可以注意到 Google 慢慢可以很多团队都发现说，好像我们在设计 AI 产品的时候有很多 US 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后来我们是很幸运的有机会，在2018的时候参与他们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 LA kick off 一个。大概有60个不同团队一起集合在同一个地方。那不同团队就包括像 Waymo 啊，包括像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团队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开会，一起去了解说我们怎样去开始找到一些。因为其实你与其说它是一个规范手册，我知道可能中文的翻译会有点这个落差。我倒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在你在做设计的时候能够给你做一些参考。比如说像你看它有总共分成6个章节，那我参与的那个章节是比较是所谓的 data collection 那个部分。但你看第一个章节，像我很喜欢他在讲，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个设计之前，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了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用 AI 能够是一个独特性的解决方式。用 AI 解决问题。说到这个，是不是台湾之前有一个蛮有名的案例，是叫什么和民纺织？对，我之前演讲的时候常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他跟 Google 和民纺织跟 Google Cloud 的 team 去做一些合作。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但他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跟 Google Cloud 去合作，他怎么样能够透过视觉辨识这样的一个科技，能够去帮助设计师他在找布料的时候能够去把40天的时间缩短成只要3天。蛮酷的。这等于是除了云端之外，也有含AI 的部分在那个技术里面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云端跟 AI 我们要分开来看。就云端是云端技术，那 AI 是说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听到说云端或是边缘或者 Edge Computing，right， 就是 Edge AI 或是 Cloud AI。那一个是真的会到云端上去做判断，那另外一个是 locally， 可能这个 device 它本身就可以去做这个 AI 的 service。那所以这是要分开来看的。那它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大家思考，就是你现在想象的大概有4个圈，对不对？第一个圈是 input， 然后到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然后到 output， 然后到 ap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 step。所以比如我们把和民纺织的那个例子来讲，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原本要做设计的时候，他可能要找一些 pattern 的布料，那他必须要把这 pattern 的布料先做出来，然后再给和民纺织。那和民纺织可能要去找，那找就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再把这布料寄回去给他，然后他再看这个东西是对的，或者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定做。那这前后的时间可能需要40天左右，所以是非常繁复也比较冗长的一个过程。那和民纺织他做的 Google Cloud 帮助他们，就等于说他们建了一个 database。然后，所以今天比如说你今天设计师可能有这布料，你用视觉辨识去照这图片 input 到他的 model 就有一个视觉辨识，他就可以去找根据那 database 哪些布料是符合的。那当然你 output 的 number 就可以去知道那些布料。那我们刚才讲最后那个 application 是什么呢？ application 就是他可以把这东西沟通回去给设计师。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把40天的
在找寻布料过程缩短成只要3天。了解，等于是它可以辨识出，比如说类似的图样，可以再让设计师去参考，说可以有哪些选择。对，等于是，你刚说那4个步骤是我想是 AI 的产品的设计的一种很常见的4个步骤吗？其实是对，就是说我其实像我们开头讲的。当然，这是我试着去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能够去解释我们这个一个 AI 的这个设计的一个过程或设计的这个目的，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像刚才和米纺织那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其实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如果今天不用视觉辨识，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法？因为事实上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不需要用 AI，你就不应该用 AI。这个东西因为你常常发现说，早期的很多的案子，包括它可能会是为了展现 AI 的能力而去做那个案子。因为最近 AI 很潮，所以就用这个。对，或是说，也许有些企业他觉得这样，他可以帮他股价上涨或者加分。骗投资人。没有，我这是 Raymond 讲，不是我。不代表本台，不代表本台立场。对，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很像说，你都可以去送食物嘛，像 Foodpanda 或 Uber， 对不对？你也可以开法拉利去送，你也可以骑机车去送，你也可以骑脚踏车去送。Uber Eats 连走路都可以送。对，你走路也可以送。那比如说今天塞车的时候，可能骑脚踏车比较快。可是如果你今天开着法拉利去解决一个外送问题，就很像是你这个问题明明可以不用 AI 解决，而你硬要用 AI 去解决它。焉用牛刀。对，那我们可以回到刚才和米纺织的例子。像视觉辨识，它是有需要的，因为它要 go through 的这个 database 有这么多，而且有这么多时间，事实上它人力当然可以做，可是人力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它可以把它人力缩短到我们刚才所谓的一个 automation， 一个自动化去找到这个东西的程序。了解，它就有 AI 能够去介入这个解决问题的价值。纺织业其实比较偏向是台湾的传产，因为据我所知，和米纺好像也有30-40年的历史，所以它这个案例是蛮成功的一个 AI 导入产品设计，然后尤其是传产的一个例子嘛。我觉得算是蛮成功的例子，因为就像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刚才开头有讲嘛，就 AI 它会去 impact 它会影响到每一个各式各样的产业。那像这也是，即使是传产，它都会有这样的挑战。那我之前也有去一些演讲，也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厂商，尤其是很多传统制造厂商，你可以想到，比如说他要检测，现在比如说视觉辨识应用最广的，在比如说制造业，就是有些是在帮忙 check 这个 quality， 比如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掉啊，或怎么样。对，了解。原来如此。